我才20多岁，哪有你这么大的重孙女儿？福宝才没有说谎呢，福宝说的是真的。福宝从未来穿越回来的。未来穿越者，小朋友，你动画片看多了吧？你怎么证明呢？这是爸爸妈妈，这是爷爷奶奶。我呢？太爷爷在后面呢。不是，哎，太奶奶说，如果爸爸不相信，就告诉爸爸，他的内裤穿3年都是。那个，我就算是相信你了，但是以后就不用叫我太爷爷了，叫我爸爸就行了。毕竟太爷爷这个称呼太招摇，好不好？好的，爸爸。那你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吗？爷爷跟我说，当年就是太爷爷没有做出来指甲，下了一屁股渣，这次是让我穿回来给你改命的。咋？你会做这机甲呀？当然，一会儿福宝就帮太爷，不是帮爸爸造出来。旁边玩去吧，还是我自己来吧。月月，你说做一个300厘米的机甲，真的要200万吗？多少？300厘米？我的大小姐，你知道300厘米的机甲有多大吗？而且就算顶级大师来给你造不出来啊！不是你和我说要这么多钱的吗？你打开手机，再好好看看我说的是什么。我记错了，我把30厘米记成了300厘米，还把20万记成了200万，现在该怎么办呀？我哪知道该怎么办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完了完了，爷爷的生日就在后天，而且来的都是工业级的大佬。希望那个男人不要让我失望。这也太难了，我就不会呀，这。明天就要交货了吗？怎么连一个脚都没做好？这机甲有点复杂，爸爸有点失算了。算了，还是让福宝来帮你吧。走啊！不会吧？他既然真的，我这曾孙女不会是个工业大拿吧？爸爸，厉害吧？厉害，太厉害了！这跟真的一样。那是真的。瞧我，我现在。哎，我操！这真能动？这是你一个人完成的？爸爸，是我吗？今晚我这次再帮男人更厉害。喜欢，太喜欢了！只有机甲才属于男人的浪漫。超时代机甲，这下我可以完拆了。张扬，明天就该交钱了，要是还没钱，人家厂就被我收了。放心，明天肯定给你。不是我笑你，就你手上那一堆破铜烂铁，你拿什么交？我劝你赶紧收场卫生，把厂交给我，要不然到时候我连你一起收拾。放心啊，你就不用担心了，明天肯定给你打到账上啊。好，小子，等我明天参加完一场宴会，看我怎么收拾你些垃圾。OK， 明天要是被我发现你骗了我，保证让你走不出沈家的大门。
来扶把。哎呀，嚯，这有钱人家也太豪横了吧？这比足球场都大。爸爸，怎么就这么点出息？小兔宝贝，你和爸爸肯定会给他大10倍的别墅啊！好，爸爸相信你。爸爸，啊，赶紧拖去太阳姐家取货啦！哦。喂，小姐，你订的模型机甲到了。这么快？好，我马上就下来。爸爸，太阳姐来啦！你好，师傅，我订的模型到了吗？师傅啊，太阳姐姐，这就是爸爸给你打造的机甲，可好看啦！爸爸，你女儿这么大了，义父，义父。其实他说的太爷爷。你订的机甲到了，就在这儿。太阳姐姐，现在不行哦，为什么呀？因为红布是给寿星爷爷准备的，只有寿星才能揭开。这话是你爸爸教你的吗？不过你们真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做出3米高的机甲吗？不会是滥竽充数的吧？良心买卖，放心，不可换，不收钱。张扬，张超，这废物，不在家里筹钱，怎么混到这儿来了？今天把我欠的房租都给我还了，要不然今天就出不去。住手！张扬是我请来给爷爷送寿礼的。沈小姐，你该不会是让他给你爷爷打造寿礼吧？他那个破修理厂都快倒闭了，我看他是为了凑房租，随便凑了个破烂来糊弄你的吧？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这寿礼是我送给爷爷的，你没看到之前，还是不要随意评价。好，那我就等着你一会儿看到东西。沈小姐，你是什么表情？行。张家送上金丝玛瑙1个，罗家送上手工茶具1套，秦家送上龙泉宝剑1瓶。沈老这辈子带出多少科研骨干，龙国工业能有今天，您可是定海神针啊！哎呦，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这把老骨头啊，也该退位了。沈老说笑了，您要是一退啊，未来的科研成果我们又要操心不少喽。哎呦，那有什么办法呢？现在的晚辈啊，哎呦，都青黄不接啦。哎，咱不说这个了。今天是您的寿宴，我专门托人从外地带来了一块鸡血石，可以润养心肺，调理身体。沈老啊，您请过目。哎，好，让我看看。哎呦，哎，好啊，哎，好，哎，有钱人家就是不一样。爸爸，他们的礼物令我差眼了。孩子还小，开玩笑呢。姐姐，王姑姑倒霉了。乖，我们再等5分钟，等爷爷开完最后一个寿礼，我们就开饭，好不好？佳佳，佳佳，你来了。听说沈心如找人给爷爷准备了个大礼，我过来看看。大礼？你说的该不会是他身边那个废物修理工吧？欠我的月租还没还呢，他能有什么好东西？沈心如，听说你花200万给爷爷准备了个贺礼，这可让妹妹我大吃一惊呀！哇，沈小姐，大手笔啊！花200万买这个废物打造的东西。我爸爸才不是废物呢，我爸爸拼了
你爸爸是比我厉害，厉害到了为了交房租坑蒙拐骗了。小姐，既然寿礼这么值钱，不如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对呀，堂姐，让我们大家长长眼界呗。这不是沈爱小姐吗？听说大小姐和二小姐一向不和，这才咱们有好戏看了。她是你妹妹？她是我堂妹，从小到大什么都想压我一头，这次来是来看我笑话的。你花那么多钱买的礼物，礼物在哪呢？礼物自然是要给爷爷才展示，轮不到你操心。沈心如，你说爷爷要是知道你花200万买个贺礼，你猜他会怎么想呀？今天是爷爷的生日，我作为孙女给爷爷寿礼祝寿，不是很正常吗？沈心如，我可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做成了成果才来给爷爷祝寿的，不像你，就会买点不中用的东西。中不中用，还得爷爷说了算。沈心如，咱们走着瞧。你们这姐妹之间矛盾还挺深的。在这样的家族里，只有体现自己的价值，才能……算了，和你说了你也不懂。要是今天机甲出了问题，大姐姐别急，我的礼物全世界，你找到其他礼物，你得让我爸爸。那就借你吉言了啊！快走吧，快走！来，大家坐吧。爷爷，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特地从实验室赶回来，就是为了给您送一份大礼。孩子，我要批评你了，你怎么能临时放弃实验呢？可是您的生日也不能耽搁呀。我的生日不重要，错过了今天，那还有下一回吗？可是龙国的实验是不能停的。爷爷，我来都来了，您总得让我给您送完礼物再回去做实验吧？对啊，沈老，你就让沈小姐先把礼物送了。就是不能寒了小辈儿的心嘛。好吧啊！谢谢各位长辈。不知道小沈你给沈老准备了什么礼物？你爷爷可挑剔着呢，一般的礼物可入不了他的眼。各位长辈请放心，我知道我爷爷一生致力于龙国的科研事业，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龙国后继有人，所以我送的礼物一定让爷爷满意。装什么装呀？待会儿你要是知道你被一个修理工给忽悠了，我看你还怎么收场。沈老，你有这么孝顺的孙女，可以安心度过晚年了。哎，咱们赶紧把礼物送完，给小沈把位置腾出来。哎呀，客人们送的礼物啊，我都收到了。我现在啊，最关心的就是我这孙女儿给我送的什么礼物。心如啊，你给我准备的什么礼物？拿出来让我看看。当然可以了，爷爷，我现在就让人把礼物送过来。慢着，慢着，爷爷，姐姐说啊，她的礼物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不如这样，让做妹妹我的先来，让姐姐的礼物作为压轴，如何？你什么意见呢？我没意见，还是姐姐最疼爱妹妹了。爷爷，您看。啊！机甲战士图！哎呦！好！您不是最喜欢前沿的科技了吗？从变形金刚到环太平洋，您一直说，如果我们龙国能创造出自己的机甲，就太好了。这个机甲图纸可是我自己做的，这么大的工程，只要给我3年时间，我一定能把它做好。没想到小家居然这么有天分，解决了困扰龙国10年的难题。作为小家的姐姐啊，想必也应该不差吧？这图纸做的也太精细了，完全有可行性。怕是要惊掉国外同行的下巴。小佳，你可是给咱科研人长脸喽！果然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们沈家后继有人啊！小佳呀，你送的这个机甲战士图，爷爷非常喜欢。哎呀，我们沈家呀，有你这种
为了龙国尖端科技呕心沥血的后辈，那简直是我们沈家的福分呐！啊！爷爷，您过奖了。我呀，只是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跟姐姐比，我还差得远呢。程阳，我们的机甲真的能获得爷爷的认可吗？他那图纸啊是死的啊，咱的机甲是活的。活的？我们的礼物，他们的破图纸也100倍，不，1000倍，一定把它比下记住。这是谁家的孩子？嘘，小妹妹，你声音小一点。书法又没说错，本来就是这样的。爷爷，姐姐既然对她的礼物那么有信心，不如就让她展示展示她那价值200万的大礼。毕竟大家都好奇呢。是啊，我刚才在外面看到了，那礼物可惊为天人啊，还特意用红布盖着呢。什么？小沈要送的礼物价值200万？这沈家果然有钱啊，送个礼都是200万起步。人家沈家可是豪门，200万算什么啊？心如啊，你的孝心我理解，可是以后啊，千万别这么铺张浪费了。啊，不，爷爷。不是价值200万，是这份礼物的分量值200万。爷爷，你一定会满意的。我们倒要看看你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既然姐姐的礼物是惊喜，不如姐姐你就把你的礼物拿出来，让妹妹我开开眼界呀。哼，姐姐送的礼物2000万也买不到哦，这可是天下独一份。姐姐，哪里来的小孩？啊，我叫福宝。我爸爸张扬是焊接厂的老板，我们是心如姐姐的朋友。义父啊，义父，各位，这位所谓的什么焊接厂老板，拖欠了我好几个月的房租。试问，一个拖欠房租的破修理工，打造200多万的寿礼，你们觉得可能吗？一个修理工而已，肯定是个骗子。居然敢骗沈大小姐200万！这200万都够买这小子的命。我看8成这废物想卷钱不入，所以才哄骗了。张扬，你到底靠不靠谱？我这人从来不打没把握。亲亲我和奶奶。请大家和我移步至后院。好好看看啊！这么高大的。爷爷，这就是孙女为您准备的寿礼。哇，这真是哇！这真是机甲！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看到这么大的机甲模型。怎么可能？沈心如居然真的做到了！好啊！这么高大的机甲模型，总比你那个纸上看病好得多嘛！啊！我还以为什么高科技呢，原来只是个机甲模型而已。爷爷，这机甲虽然不错，只不过花200万就买一个模型，是不是有点浪费？谁说这机甲是模型啊？这要是普通机甲，确实算不得。不过我这机甲是会动。张扬，你瞎说什么呢？这怎么能动啊？过把。开播，2000万。不好意思啊，妹妹，没让你看到我的笑容，让你失望了。不过你这图纸就是图纸，你要走的路还长着呢。真是不可思议呀！哎呀，这尊机甲全部碾压了你们所有的努力和技术。若是用在军事科技领域上，我龙国的地位在国际的影响力将大大提升啊！瓜国一直以来都以自身的科技实力强于我龙国，所以他们才敢肆无忌惮的长期霸占我们的国宝，摆明了他们就是欺负我龙国科技，后继无人呐！沈老，
1周后就是龙国科技大赛，我觉得这个机甲可以参赛试试，科幻感十足，一定能够代表龙国展示国威。对对对，心如呀，这么贵重的寿礼，爷爷非常非常喜欢呐。你好好的准备准备，1周以后去参加科技大赛啊！鼓掌了！谢谢爷爷，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啊。你干嘛拉着我呀？看姐姐乐意，这都动作出来的机甲，很满意呀。那当然了，那是相当的满意。不过我们要是再不跑，就要被他们抓起来当小白鼠研究了。那可是跨时代机甲呀！可是时间太短了，如果我们再给福宝几天的时间，这件机甲一定成为最强的机甲。最强机甲？怎么讲？飞天遁地，还能关死他。别说了。月月，你说我真的能带着机甲去参加科技大赛吗？这有什么不能的？你知道的，我从小在学校成绩就是垫底，我没有自信，怕辜负了爷爷的期望。你那个机甲不是焊工2天给你焊接完成的吗？趁现在还有时间，你直接找他去完善一下。应付一个小小的科技大赛，那也不是简简单单。你说的对啊，但是他会同意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谁会跟钱过不去啊？再说你又不差钱。你说的对，那我现在就去。来，福宝，快吃吧。爸爸，鸡蛋面好香啊！只要我家福宝爱吃啊，爸爸天天给你做。爸爸，看姐姐来啦！福宝，张扬。沈小姐，你怎么来了？张扬，你上次做的机甲我爷爷很满意，所以我这次来是想请你再帮我改善一下机甲的。改造机甲？没错，1周后我要去参加龙国的科技比赛，我想带着这副跨时代机甲一起参加。这次比赛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才来找你帮忙的。改造机甲没问题，但是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需要我爸爸很多精力。得加钱。小丫的骗子，挺财迷呀。没问题，不管要多少钱，我都愿意出。不过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拿下比赛的第1名。这次比赛不仅代表着我们沈家的荣耀，也代表着我们龙国科技的荣誉。福宝，1个星期的时间，有没有信心把机甲打造成世界第1？没问题，看姐姐，只要再给5天的时间，你拿着机甲做光可怕了。可如果是7天，也不知道那沈心如从哪里搞来了一副会动的机甲，震惊了所有人。爷爷甚至还让他去参加科技大赛呢。没事儿，犯不着为这事儿生气。我爷爷可是龙国科技界的专家，我去问问他。怎么样？你爷爷怎么说？也就外观比较科幻一点，不过也就那样，缺乏内核。如果单单就凭这个去震慑瓜国，也远远不够。是吗？那我爷爷给予沈心如这么高？不用怕，下周的科技大赛，你和那沈心如一起参加。可是我该拿什么样的产品去和沈心如的机甲去竞争呢？别着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爷爷的研究室研制出了最新款的无人机图纸，就连他也称赞不已。到时候我们会帮你稳压沈心如。这下我看沈心如还如何在科技大赛上崭露头角，恐怕是要让爷爷失望。看姐姐。
全部搞定了。这副机甲和之前的不一样，这副机甲靠7天时间精挑细琢出来的产品。这次科技大赛一定能够征服所有人。这机甲是改善了什么功能吗？那当然了，你见过好多黑科技嘛，你的保密，等到时候你就知道。这回一定拿第1名，真的？必须的，不是第1名不要钱。喂，导员。沈心如，你已经休假5天了，学校里的东西你真不打算学了吗？导员，我这会儿要去参加科技大赛呢，等我结束了我再回来。心如，我没听错吧？你成绩在学校都是吊车尾的存在，这水平你去参加科技大赛？导员，我现在在忙呢，我一会儿再回给你啊。成绩差怎么就不能参加科技大赛了？那个沈小姐，时间也不早了，要不然我们走了。小五，来。佳佳，不是说沈心如会带着机甲来参加这科技大赛吗？这比赛马上都开始了，怎么还没来呀？该不会是他知道他那机甲不行，所以没脸来参加比赛了？这也好，这样一来，这科技大赛的第1名非你莫属。我倒是希望他能够来。为什么？因为只有他来，我才能看见他输给我的模样呀。如果沈心如不来，那岂不是少了很多的乐趣？听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确实是这么回事。现在我宣布，本届龙国青年科技大赛正式开始。第1轮由各位选手介绍各自学历以及主要科研成就。第1位参赛选手沈佳。大家好，我叫沈佳，是国家级科工大佬沈家辉的孙女，目前正在工商读水木大学博士学位，参与了战机最新引擎的研发与制作，荣获水木大学及其国内外多个科技大奖。这次呢，我将带来的是无人战机的设计理论与设计图。谢谢大家。原来是沈老的孙女啊，太了不起了！是啊，年纪轻轻就获得了这么多成就，实在是厉害。这样的成就来参加这种比赛，他不是降维打击吗？下面有请2号选手沈心如。该不会是沈心如她真的没脸来参加比赛了？这不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吗？毕竟来了也没什么用，在我最新无人战斗机图纸面前，什么跨时代机甲，那就是一个笑话。来了。有点意思，居然还真不要脸的过来了。来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被我碾压的结局。姐姐，你终于来了呢，我还以为你要辜负爷爷的期望，不敢来了呢。沈佳，你又怎么会在这儿？我当然是来参加大赛的。怎么，你能来，我就不能来？随你。沈心如，亲情提示，来这里呢，大多都是天才，有的呢是少年班的第1天才，有的呢是国外留学的海归。你一个大专生，怕是不能够啊。这就不劳你费心了。大家好，我是2号选手沈心如，我来自海城专科大学，
平时喜欢做一些科学研究，目前正在从事跨时代机甲的研究工作。什么？大专生也好意思来参加这种国家级别的科技大赛？要是这样的学历，我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哼，没错，他的学历简直拉低了这科技大赛的下限，像是要对我们这些科技人员的一种侮辱。就是，这八成啊，不知道是哪家的世家子弟偷摸溜进来的。哈哈哈哈哈。姐姐啊，我早就说过了，你的学历太低了。这种科技大赛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就能随便掺和的哟。这位小姐，这科技呢是不分学历的，你说这话未免有点太早了吧？你就是沈心如找来的焊工？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就焊了个3米高的机架壳子，就以为自己是汉武帝了吧？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够了吧？对啊，看姐姐机甲是非常厉害，可不是你出的那个，是吧？还死不承认？在我看来，你焊的那个机甲和你一样，全部都只是个垃圾而已。哼，爸爸，叔姐姐，她怎么骂人呢？什么姐姐呀？就是一个老女人，年纪大了，这更年期来了。啊，原来是这样，那福爸就不生气。你们，沈心如小姐，这就是你们那副机甲。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问题了呀！虽然你们这个机甲外表看起来挺唬人的，但是终究只是个空壳。如果把这个机甲拿到国外去展览，不仅起不到震慑的作用，反而还会让龙国的技术成为笑柄。沈心如小姐，我爷爷也是龙国科技界的专家，我作为他的孙子，我有必要奉劝你一句：不是随便焊接一个壳子就能称之为科技。你跟他废什么话呀？他呀，不过就是一个大专生，他懂什么呀？等会儿展示成果的时候，某些人就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小丑了吧？你说我的机甲不行，那你又准备了什么？等会儿你就清楚了，谁才是龙国真正科技的栋梁。上次呢，只不过是爷爷偏袒你，这次我一定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大家好，这个呢就是这次展示的科技成果，国内最新最顶端的无人机设计战图，总共耗时3年零6个月，耗尽了所有的心血才得以成型，主要是为了我国国防军工科技贡献绵薄之力。谢谢大家。这竟然真是无人战机的研发图纸，这设计简直是无人战机史上最重大的突破呀！这种无人战机一旦成功制造并量产，那我龙国的军事实力必将再上一个台阶呀！1号评委的评分结果为100分。2号评委的评分结果为100分，3号评委100分，沈家选手的最终得分为满分。想不到沈家为了压我一头，居然做了这么充足的准备。看姐姐，看，我们的机甲可以甩出无人战机10点2节呢。姐姐，不好意思，一不小心就得了个满分。依我看呀，你还是和你那个破铁盒子一起滚出去，免得丢人呀！依我来看，这种侮辱龙国科技的东西，还是直接砸掉了好。想干什么？我绝不会允许你破坏机甲的！
沈心如，我都已经得了满分，你不会以为你还能赢得过我？听清楚了，满分！我沈家才是最有资格代表龙国去参加国外展出的人，而你呢，不配。从小到大，你永远都只能活在我的阴影之下。哎，不用跟他说这么多，像这种侮辱龙国科技人智商的东西就不应该存在在这儿。放开我！别着急啊，马上就让你知道什么是最新的科技。福宝，明白，拜拜。小五上台。小五转身。小五打招呼。沈家选手拿出来的不过是一份图纸而已，终究只是理论，而且也没有实践，到底能不能做出来，还是一个未知数。姐姐，这就是你说的科技呀！依我看呀，要是只会这点功能的话，还是算了。要是只会这点功能的话，还是算了。放心吧，这些都只是开胃小菜，好戏在后头。各位，这么优秀的口令表演，你们不评价一下吗？如果只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我认为确实没有什么新意。目前机器人大多数都能做到这一点。哎呀，虽然从外观上看来科幻科技感十足，但是如果还没有让我们更幸福的特点，也不过是一具普通的机甲罢了。我刚刚听说沈心如小姐要凭借这副机甲夺得本次大赛的第1名，还要代表龙国威慑宵小，挽回国宝。哼，恕我直言，沈心如小姐还是过于天真了些。各位评委，真不好意思，的确是我姐姐太天真了些。毕竟她连什么是真正的科技都还没有搞清楚。而且我也觉得，就凭这机甲的这些功能，想要获得第1名，恐怕是远远不够。谁说远远不够的？看好了，小五调整方向，变成在场地，光子炮。怎么回事？这机甲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难道我看错了？这个机甲不是一个普通的模型，可一个专科生怎么可能会研究出这么高科技的东西？快出去看看！你不是说沈心如的机甲只有科幻的外形，没有内核的吗？那刚刚这是什么？爷爷是这么说的呀，具体我也不清楚。走，我们也去看看。这居然是真的！这就是机甲的光磁炮。对啊，我的机甲不仅仅有这一个功能，还要比这光磁炮更厉害。什么？还有更厉害的功能？现在保密，可惜才给了7天的时间，还是不太够。如果再给福宝几天的时间，这件机甲能震爆全球的。各位评委老师，
请打分吧，毕竟我这可不仅仅是图纸，而是现场实验。等一等，我先通知一件事。简直岂有此理！这份清单上的全部国宝，自古以来就属于我们龙国的，什么时候变成瓜国的国宝了？而且现在都已经登上了报纸。瓜国这就是强盗行径，仗着自己的科技有某大国的背后兜底，肆无忌惮。没错，这瓜国也太嚣张了，自诩国内科技优于我国，公然抢夺国宝，完全目中无人。哼，没有办法，谁让我们背后没有人兜底啊？一切都得靠我们自主研发。哎呀，和瓜国相比，我们龙国的高科技的确是还差着那么一点的。我听说瓜国在某大国的帮助下培养出了一批天才，甚至还放出豪言，要在这次世界科技大赛上给我们龙国好好上一课。各位，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这次大赛上我们失败了，那些被瓜国占据的国宝，我们恐怕就没有底气再要回了。是啊，我们都是龙国科技的元老，这如果输了，我们都没脸见人了。花国放出这样的豪言，那他就是吸引全界的眼光，看我们龙国的笑话。我们绝对不能得逞，所以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以证实自己啊！对了，老李，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务必以最快的速度成立一个科研攻坚小组，要研发出足以震慑全世界的高科技产品。没问题，我这就安排。喂，有什么事快说。李老，科技大赛有惊喜！科技大赛能有什么好的惊喜？往年设计出来的东西不都是些小玩可？我国正在被瓜国威胁，没时间理会这些。李老，有个会动的机甲能算小儿科吗？说什么？说什么？有个参赛者弄了个3米的机甲。你说清楚，到底只是模型还是？是能动的机甲。好，好，瓜国威逼我们，这次我们要崛起了！立刻把发明的人招募进国家科研团队，秘密研究所的人一起准备世界科研大赛。对，李老，我觉得这个机甲研究小队应该足够了。小周，瓜国背靠强国，科研力量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个能动的机甲而已，还需要培养。这个机甲能放光磁炮。立刻，马上把这个人才安排进科研攻坚小组内。是。老李啊，发生什么事情？下面人说，青年科技大赛上出现了一个能发射光磁炮的机甲。若这件事情是真的，那我们对付瓜国就有望了。什么？能放光磁炮的机甲？会不会是我们家的那一位啊？肯定不是。有机甲了不起啊！各位评委老师，现在是不是可以公布我的得分了？请评委评分，1号评委的评分为100分，2号评委的评分为100分，3号评委的评分为100分，沈心如的最终得分为满分。什么？第二个门面都出现了！一科技比赛竟然出现了2位马赛选手！看了这机甲的光磁炮呀，再看看这只是存在于图纸上的无人机，哎，倒是逊色了不少啊！
各位，根据我们评委组的一致意见，现在我宣布，本次青年科技大赛的第1名是沈心如小姐。多亏了张亮和福宝，我才没有辜负爷爷的期望。姐姐，福宝棒不棒？棒，福宝呀，最棒了。张扬，今天也谢谢你啊。沈小姐，你客气了。啊，对了，这刚才不是有2个人说我们这做的机甲是个垃圾吗？怎么不说话嘞？不好意思啊，这个第1名我先拿走喽。这次啊，你不过只是运气好而已，下次我就没有那么好运。哼，什么光磁炮？不就在机甲上装了点电磁脉冲装置吗？大哥哥，大姐姐，其实承认别人比自己优秀也不丢人。哎，你这沈小姐，像某些人啊，没什么本事，以后就尽量啊别搭理这点啊。那个你就等着领奖吧，我和福宝还有点事儿，就先走了。走。恭喜你，沈小姐获得了本次科技比赛的第1名。谢谢。最近为了应对瓜国方面施加的科技压力，我们龙国成立了一个科技攻坚组，急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加入，不知道你可否愿意？啊！福宝，上汉堡。哇，给汉堡，谢谢爸爸。嗯。爷爷，福宝和张扬就在这。好。是之前的爷爷。哦。张扬，我爷爷和他们几位赶着要见你，我来不及和你打招呼就把他们带过来了，应该没有影响到你吧？没有。这位是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龙国攻坚组的李组长，他呀主要负责我们龙国高新科技的研发和攻坚工作。诸位，你们来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吗？张扬，你们研发的机甲见过了，我们这次过来是想问问你，这机甲还有没有其他的功能？当然有啦，不过这些都还只是最基础的。如果我再给福宝5天的时间，这辆机甲设计又变回大小以及各种功能，当然还有那个更爆炸功能呢。什么？还有更爆炸的功能？是什么？嘿嘿，是在旁边，等代表龙国参加世界科技大赛时才能公布。没想到这次科技大赛上，还是让我姐出尽了风头。本身都要到手的第1名，结果还是被她抢了过去。我也没想到，一个破机甲还真能做到所谓的光磁炮。沈心如身边有高人，本来我想借助这次科技大赛上打压她一下，结果反而让她获得了进入龙国科技攻坚组的机会。凭什么她就能得到邀请，而同样得到第1名的我，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不用担心，不就是一个科技攻坚小组吗？他沈心如能进，别人也能进，这口气我帮你出。你有办法？当然了，我爷爷有个学生是龙国秘密研究所的，这次刚好也被选进了攻坚小组，我让他找个机会把沈心如的机甲破坏，到时候他不就出不了风头了吗？可是这样，我们龙国就会在接下来的世界科技大赛上被瓜国给碾压了。不至于，事实上，我们龙国另外2个科技天才的作品也十分优秀，区区沈心如的机甲，代表龙国的科技。那他们会按照你说的去做吗？放心吧，这么做对于他们而言也少了个竞争对手，对我们也有利。
还能帮你出一口恶气，何乐而不为呢？沈心如，上次在科技大赛上拿第1名，不是很得意吗？我看这次你还怎么嚣张？啊，能有资格来到这儿的，应该都是龙国目前最杰出的科技人才了。哎呀，你放心，这想打压瓜国的科技呢，其实我跑的这机甲就够。虽然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听我爷爷说，在那群人里面有2个杰出的科技天才，就是不知道他们研究的是什么。先看看。大家好，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的人，都是为了对抗瓜国科技打压的有志青年。你们是龙国科技事业振兴的希望，期待大家在加入科技小组后，都能发挥各自所长，为龙国科技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在这里，我将隆重的介绍我的2位学生。这位刘刚，我的得意门生之一，目前研究的项目是可控核聚变，虽然还处在实验阶段，但是已经实现了重大突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可控核聚变技术将会从他的手上诞生。什么？可控核聚变？这不是困扰世界的科技难题吗？居然被他给研究出来了。这位是王志，所研究的项目是常温超导材料，同样也进行到了最后一步实验阶段，希望有机会能与瓜国一决高下。常温超导材料，爷爷说的那2个科技天才，应该就是他们俩了。好了，大家可以沟通一下，相互提升，相互进步。这位，你们研究的作品？大哥哥，太阳姐姐的作品是跨时代机甲。机甲？来，就是那个大家伙。这么大的机甲，我还是第一次见。大有什么用？这不过就是由金属焊接的机甲模型嘛。世界科技大赛的作品，它比的不是大小，而是高科技领域。就这一副加大号的机甲，它能算是高科技？如果仅仅只是这么一副模型，那也不能算是高科技。我的科研作品常温超导材料是国际最新科技前沿结果，制作和加工的难度极大，既要求结构稳固，还要确保材料的纯度。放眼整个世界，这都是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那要这么说的话，我的可控核聚变技术就不用多给大家做介绍了啊！它可是人类科研史上一个重大的里程碑，这么说不过分吧？这一个可控核聚变，一个常温超导技术，确实算得上是高科技。咱们这机甲能行吗？太阳姐姐别担心，我们机甲光刺炮，这一下就碾他们。再说可控核聚变、室温超导这2项，我爸爸刚打算也加入机甲里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放心吧，有我跟福宝在，这些都不是问题。也不知道李老这从哪儿找来的，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塞进来凑数。不管怎么说，我们大家都已经聚在一起了，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为国争光。这次世界科技大赛，我们一定要让瓜国好好看看
龙国科技的真正水平，夺回属于我们龙国的国宝。哎，别，我可不想跟这种水平低下的弱智啊一起去参加世界科技大赛。什么跨世代机甲，我看它就是一个笑话。诸位朋友，我们都是为国争光，这谈何的水平高低之分？就是啊，身为龙国的一份子，虽然我的水平有限，但我也想为龙国的科技出一份力啊。好，说的不错啊，真是既慷慨又大义。哎，我差点就信了。在我看来，你们只不过就是在拉低龙国的价值，也会让龙国彻底成为瓜国的笑柄。那你怎么知道我们的这个机甲就会沦为笑柄，而不是你的作品？哎，这位朋友，你有没有刚听在我在说什么？哎，我研究的可是可控核聚变技术，这些技术放眼整个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突破，而我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设计理念和构想。所以呢，不是我吹，就我这套设计理念和构想，放在整个国际上都是轰动全世界的存在。区瓜国更不足为惧。哎，说不定会因为这项技术让瓜国畏惧，主动归还我们的国宝。而你们这个机甲，在我看来，只能说是一无是处。信不信我一脚下去，这堆破铜烂铁就会散架？哎。怎么？这机甲为什么能动？这什么情况？难道这机甲根本不是什么简单的生产模型？能加入科技小组，肯定有他们的道理。我相信你老不会选错。小五，不可以！刚刚什么情况？大哥哥，你乱说话，小五不高兴了。胡说八道！一个遥控产品，你们故意的？就一个遥控产品，都把你吓成这样。你说他要是拿到国际比赛上，会不会把那些瓜国人吓得跟你一样呢？你，哎，好了，我们还是可以去好好准备一下明天上级领导给我们的考核吧。跨时代机甲是吧？我倒要看看明天你们怎么让他在大领导面前动气。爸爸，这烤丸子真好吃。你喜欢吃呀？爸爸以后就天天带来吃。爸爸，你太棒了！嘿嘿嘿。看姐姐，你怎么不吃啊？刘刚的可控核聚变技术和王直的室温超导材料确实是很优秀的作品，我担心我们的机甲会比不过他们。他们这两个项目呢，现在也只是出了个图纸，想要真正的实现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觉得我和我们家小宝啊，这个机器人啊，是最厉害的。我也相信。看姐姐，爸爸说的对，可我保证，我们的机甲绝对不会比他们作品差。来，干杯！为龙国的科技事业干杯！干杯！干杯！现在我宣布，本次科研攻坚小组科研作品考察工作正式开始。下面有请钱老讲话。同志们，这次的模拟考察是为了接下来的世界科技大赛做准备。大家都知道，手有利剑才有话语权。这一次我们龙国绝对不能输，所以这一次的模拟考察是志在选出最优秀的作品，是为了参加接下来世界级的科技大赛。好了，接下来各位说说你们自己最新的研究情况吧。各位领导，我叫刘刚，
来此之前，我隶属于龙国867秘密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我和我手底下的团队所研究的是可控核聚变技术。众所周知，可控核聚变碍于科技难题上的种种限制，至今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但是今天，我和我的小组就可控核聚变的理论和设计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根据我们的设计和理论，我们在电脑上进行了10万次的模拟，所取得的数据显示，基于球形托卡马克的设计理论进行优化，全新的理论就可控核聚变技术有了最初的构想。不错，能超过10万次的模拟测试，这足以证明理论的严谨和可行性了。是啊，有了这份理论，足以说明我国的可控核聚变技术已经从实验室走向了工程验证阶段。一旦成功，我们龙国将进入能源自由时代了。有了这套技术，龙国开启星际文明、新纪元的实力都有了，又岂会在乎区区瓜国对我们的科技碾压？没错。好，下一位。我叫王志，拥有物理化学双博士学位。我和我的小组研究的是室内常温超导材料。本次采用强氧化原子逐族外延技术，实现在纳米尺度精确控制材料状态，解决了传统超导材料依赖极端高压的问题。好啊，不错，这的确是一次重大的科技突破呀。没错，目前在这一块，我们龙国的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前沿。钱老啊，这足以说明，在瓜国和世界面前，我们的科技水平已经走在世界前沿。爸爸，他们这2项科研成果，这根本不算什么，孩子们在学术报告上的研究，这根本无法的。孩子还小，童言无忌哈，别当真，别当真。爸爸，父母真的没有乱说话，他们这理论数据，这根本不可能轻松实现。不管是可控核聚变技术，还是常温超导材料，这些问题你们都懂吗？真是愚蠢！没错，你们怕是连可控核聚变还有常温超导材料究竟是什么都还没搞清楚吧？太阳姐姐 ，Go， 这事啦，加油！加油！二位，不论是可控核聚变还是常温超导材料，那都是我们科研人员辛苦的研究成果，也是代表着我们龙国科技未来的希望。所以不要草率的评论啊！领导，我认为我们小组成员对前2项科研成果的评价十分中肯。理论并不等于实际，就算用计算机模拟了1000万次，也不是实践。哦，是吗？那快让我看看你们的作品。钱老，我叫沈心如，来自海城专科大学，刚刚获得龙国青年科技大赛的冠军。我们科研成果是一副跨时代机甲。机甲？这个就是你们研发小组研究出来的东西？是的，钱老，这副跨时代机甲就是我们呕心沥血研发出的最优产品。如果它能够参加世界科技大赛的话，一定可以震惊全世界的。还震惊全世界？钱老，千万别被这副机甲的外形所迷惑，它就是由一堆破铜烂铁打造的工艺垃圾。我也这么认为的。即便不是什么废铜烂铁，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个加大遥控具，一个大型的模型而已，就这也能说是科技？别说是瓜国了，就连我们看了都觉得好笑。老李啊，这机甲你怎么看？这难道真能成为本届科技大赛的第1名？钱老，我看不妨让他们团队先介绍一下机甲。宝贝，这个机甲有很多功能呢。不仅能上天入地，高超音速飞行，只需要3分钟就能让机甲踩底1万米，研究未知海域。下潜太平洋海域1万米，大家听到他说的没？啊，沈心如，这小孩是你的组员吧？你能不能管管？这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即便是龙国最先进的潜水艇，下潜海域1万米，
也不可能，更别说什么3分钟了。你们就算是要夸大其词，也不能在领导面前说假话吧？两位大哥哥，话说的都是真的，你们如果不信，你可以演示。两位大哥哥，话说的都是真的，你们如果不信，我可以演示。还演示，简直就是吹牛不打草稿。3分钟下潜海域1万米，牛顿都不敢有这种想法。果然啊，他们的存在只会让龙国的科技沦为瓜国的笑柄。唉，大家的认知实在是太落后了。下潜海底1万米，这难道很难吗？福宝，我们吹牛是不是吹过了呀？爸爸，发现小五能做到的。可笑之极！下潜海域1万米，我看你们这下海抓鱼都难。哎，领导，这科技呢不是开玩笑，更不是诈骗。沈心如他们组那完全就是信口雌黄。我建议直接取消他们3个的比赛资格，赶出去。没错，我也同意把他们赶出去。龙国科技绝不允许这种人抹黑。对，应该让他们赶出去。还好提前摸底考察了，不然啊，被瓜国看到这一幕，别说主动归还我国国宝了，我们恐怕都被笑死。你们怎么看？建议取消参赛资格。建议取消资格，清理出去。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决定吧。钱老，不管怎么说，既然他们人都已经在这里，既然他们说可以展示，那我们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展示的机会呢？那老李，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同意展示。演示，昨晚机甲已经被我们过手脚了，我看你拿什么演示？那大家的意见呢？钱老，什么决定当然您说了算，我只是担心龙国的科技沦为笑柄。虽然我们的目标是要选出能代表龙国科技的最强作品，但是却不能急功近利，否则恐怕得不偿失啊。你们的意见都很中肯，不过给这些年轻人一次机会，又何尝不是给我们龙国科技的一次机会呢？既然是这样，那就允许你们现场演示一下。不过呢，这科技讲究的是严谨，如果你们的演示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我就只能取消你们的参赛资格。所以啊，你们最好想清楚。福宝，到底行不行啊？汉子几边的线，小五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钱老，我们考虑好了，就让跨时代机甲现场展示他的能力。好，那就开始吧。福宝，收到。小五，你过来。福宝，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小五，蹲下。福宝，这怎么不动了呀？是啊，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高科技啊！还下到海域1万米。这机甲昨天还能动弹一下，结果今天就不能动弹，看样子和之前的评价没错，这就是一个加大版的科幻模型玩具吧。爸爸，有问题，让福宝检查一下。慢点啊，沈心如，这钱老、李老以及各位领导现在都在这儿，你们到底还展示不？说我们的设计理论不算什么，看起来这机甲也不怎么样啊。那个诸位，稍安勿躁啊，等福宝一下，他修复好了，马上就可以展示了啊。怎么，你们非常相信这个小娃娃？钱老、沈心如他们小组既然展示不了的话，我意思还是别浪费大家时间了，直接取消他们组的参赛资格，赶出去算了。对，直接把这几个龙国科技界的人渣赶出小组。不，钱老，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福宝一定可以修好的。沈心如，你们在科技大赛上弄虚作假就算了，怎么现在连钱老都敢？是诚心想给龙国的科技抹黑吗？沈家，姐姐，平常你为了跟我一争高下，弄虚作假就算了，
可是你怎么能把你的伎俩带到这种场合来呢？你说我弄虚作假，你可别胡说。我没有胡说，我说的都是真的。平常在一些场合上，我也就让着你了。不过这种场合可不是你能随便乱来的呀。世界科技大赛事关龙国科技在世界科技中的地位，事关国运，我岂能由你胡来？姐姐啊，就算你是我的姐姐，可是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我也要大义凛然的灭亲。钱老，我所说的都是真的。今天我来，就是为了揭穿沈心如的骗局。千万可不能让他代表龙国去参加世界科技大赛呀！沈家，你说这机甲是骗局，你可有证据？我亲眼所见，这机甲不过就是沈心如从一个破废的修理厂随便找了个焊工焊接的。这机甲它只有科幻般的外壳，内核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所谓机甲可以运动，也不过只是装了玩具机甲的驱动装置罢了。我猜呀，他一会儿肯定会说。这机甲只是坏了，所以才无法展出。我就知道会是这样。这几个人简直太过分了！世界科技大赛事关龙国的科技地位，关乎龙国的国宝是否能顺利召回。这么重要的事情，居然敢滥竽充数！哎，各位领导，我建议赶紧把他们赶出去，避免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赶出去，把他们赶出去！不能让他们抹黑我们龙国科技。姐姐啊，你真的以为你能赢得了我吗？我说呀，你还是太天真了些。我就要看看，等会儿你该怎么收场。这么看来，沈心如小组的问题确实很严重。滥竽充数，想要在世界大赛上给龙国抹黑，动机不纯。我认为应该好好调查。还好做了次科技大摸底，否则影响真的大了。我也希望这机甲是真正的科技，但现在看来不尽如人意啊。沈心如同志，请你们离开这里。我们现在怎么办？钱老，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再给我们点时间，福宝马上就修好了，一定会让你们满意的。我可以给你们无限的时间和机会，但是谁又能给龙国科技给一点时间呢？钱老都发话了，沈心如，你们两个还愣着干嘛？赶紧走啊！把这两个扰乱会场的人带出去。福宝，福宝，小虎，我自怕。没事吧？刚刚这是光刺炮。福宝，牛逼呀！好恐怖的力量！谁还敢说这是个玩具？爸爸，之前被破坏了根线路，不过福宝已经现在修好了。还好修复的及时。不过这到底是谁做的手脚？糟糕，怎么这么快就被修好了？什么叫做谁在搞鬼？我看呀，分明就是你这个机甲的设计有问题。对，没错，肯定是这机甲设计的有问题。这种残次品怎么能代表龙国参加比赛？你们还弄什么？赶快把人给我轰走！慢着，错不了，这绝对不是一件玩具。刚刚这机甲释放出来的能量是光刺炮吗？是啊，钱老。那可否让这个机甲再展示一次呀？可以，不过太阳姐姐和爸爸不是要被赶出这里了吗？我看谁敢！小朋友，能不能让伯伯再看一下这个机甲的光刺炮啊？可以，不过什么呀？光刺炮的威力是很大的，如果一直在这里演示，这栋大楼会塌的。哦，好，那我们去外面看好不好？好，走。福宝啊，这里
可以了吗？可以了。玄武，绽放光子炮。就是这个效果，这真的是光磁炮，太不可思议了。不过这还好，只是控制了能量。如果不控制光磁炮，一片一座城市就1秒钟。钱老啊，这机甲可不是理论，可是真正的高科技啊！如果能在世界科技大赛上拿出这么一件机甲，那足以震撼全球了。钱老啊，你之前说的没有错，给他们希望就是给龙国希望。没想到这件造型科幻的机甲居然这么厉害！这还是控制的能量，真不敢想象不控制的场面啊！糟糕，又让沈心如给得逞。不就光磁炮吗？之前科技大赛也都见过了，不是什么稀奇东西啊。哎，他们不是说3分钟能下潜太平洋1万米吗？啊，怎么不一同展示一下？对呀，只要他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沈心如说你说谎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沈心如不就是会点光磁炮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而且你不是说你这个机甲可以3分钟下沉海域1万米吗？要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哎，家，你这不是为难他们的吗？3分钟下潜海域1万米，剧本都不敢这么写，大家就当个笑话，听一听就算了啊。对呀，这就是天大的笑话。谁说这是笑话了？3分钟直接海域1万米，轻轻松松。哎，那你就让这机甲到太平洋海域给各位领导们看看。让小五去太平洋海底1万米没问题，但是在这之前，有件事情要处理。什么事情？爸爸，看姐姐，福宝说机甲是被破坏了，小岛是第一次启动成功的。破坏机甲的人，知道是谁了？是谁？福宝啊，是谁破坏了机甲？你大胆说，伯伯替你们撑腰啊！是啊，这机甲可是他们龙国的高科技，谁这么大胆子？就是他。钱老，你们别听他胡说，我是被冤枉的。一个只有几岁的小姑娘，哪有这样的心思去诬陷你？刘刚，我之前还很看好你，但是没想到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钱老，李老，不是我做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意义啊。不想承认的话没关系，不报承认。钱老，李老，我知道错了，龙国的可控和聚变技术不能没有我呀。我们龙国的科研团队不需要你这样心术不正的人。啊！我心术不正？他们心术难道就正吗？我就不相信这机甲真能去太平洋。带走。沈心如，你不是说你这个机甲3分钟可以下沉海域1万米吗？赶紧给大家展示展示呀！福宝，现在可以开始了吗？看姐姐别急，我这就转身监控，实时让你们更加监控画面。小五，3分钟机甲就能下潜海1万米，到时看好了。沈心如，你该不会真信这小孩说的话吧？目前最高只能下潜6000米，1万米可笑。在这方面还有众多的科技壁垒，这机甲根本就做不到。沈心如，是你说好的3分钟，我可已经给你计时喽。那个福宝，我们的机甲真能做到吗？爸爸，我们小五可是非常厉害吧？南区土壤是最简单的能力。什么？爸爸，你快看，机甲在那里，马上就要完成啦！这个机甲如果真的能成功，那就不仅仅是龙国的科技，而是整个人类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不错，如果这个机甲真的能够做到，到时候也就不用担心无法震慑瓜国那些宵小之辈了。是啊，那我国的国宝都有回来的机会了。
下潜海域1万米，这根本是不可能的。现在还好是在国内，这要是去了世界科技大赛上，我们龙国是要被笑掉大牙的。别说燃料一系列的问题无法解决，就光凭机甲的材料，恐怕连海底的压强都过不去。别说3分钟了，我看估计几秒钟都已经被崩成灰了。的确，看起来那机甲所使用的材料也只是最普通的材料而已，连最基本的航空材料的常识都没有。对呀，大家都知道的基本常识，可是有些人他就是不知道，还抱有幻想。你说这么多有什么用的啊？3分钟的时间还没到，不懂装懂，何必在这挖苦？没错，我相信我们的机甲一定能够做到。爸，他们的认知不够，再过1分就能知道实在厉害了。大家快看，有什么东西要掉下来了！是那个机甲。还真是刚才那个机甲的碎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就是号称3分钟能去太平洋下潜海域1万米的机甲，都已经成残骸了呢。我早就说过了嘛，科学要讲究严谨。这机甲虽然脱离了理论图纸，但它的表现不令人满意嘛。还好不是世界科技大赛，不然丢人丢大发了。机甲虽然有所突破，但是并不稳定，这样的作品绝对不能出现在世界科技大赛上。都烧成残骸了，就是想拿也拿不到了。看来我们还是高估了我们机甲的科技水平了，真是可惜啊！如果能在材料上做出一定的突破，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姐姐，说好的跨时代的机甲呢？说好的形成1万里的机甲呢？不会，你要给各位领导展示的就是这一片残骸吧？让我猜猜，你要给大家展示的是这机甲的手臂呢，还是这机甲的腿呢？福宝，这怎么回事啊？难道是刘刚刚才做的手脚，所以才导致这样了？现在也只有这一个可能了。福宝说的事情一定不会有错的。福宝也不是出了从左边的这样。按福宝的设计来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姐姐，时间虽然还没有到，但是结果已经很明显。你要给大家什么样的交代呢？不用交代了，那残片不是机甲的。很好，不用交代了。爷爷，好。哎呦，陈老，您怎么来了？陈老，今天啊，是跨时代的机甲潜入1万米的深海啊！这关键的时刻，我能不来吗？啊，陈老，如果您这次来是为了这个，那您可能要失望了。哦，为什么？爷爷，姐姐的机甲都已经被破坏了，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任务了。你怎么还能相信她呀？哎呦，谁说是机甲被破坏了呀？啊，老钱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2位是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同志。今天啊，有航天器的发射任务，那航天器的残片呀，就落在我们这儿了。他们2位是来回收这些碎片的。什么？爷爷，这碎片分明就是机甲的呀！爷爷，那这么说，我们的机甲已经在海底了？什么？已经在海底了？连福宝5这样都被骗了。沈老啊，这么说，我们龙国的科技还是很有希望的。是啊，还好沈老来了，这真是虚惊一场呀！心如啊，加油！爷爷对你们的团队啊非常看好。今天啊，不光是爷爷来了，龙国科技界的所有的专家都来了，他们都等着机甲的好消息呢。如果今天机甲真的能够完成深海1万米的取物，那我们龙国尖端高科技将领先全球100年呢！啊，到时候啊，
只要把这个消息一发表出去，那我们的国宝就都会回来喽。爷，放心，再过一会儿回来了。好啊，那爷爷就跟着福宝一起见证这个关键时刻，好吗？如果这么离谱的事情都能让我姐姐成功了的话，那这样的话，我可真就没有脸见人了。不可能的，就算那残骸不是那机甲的，也没关系。可是我爷爷他对科学一向都如此的严谨，他能这么笃定，那就是有可能呀。沈老都已经退休了，而我爷爷还在科技的前沿。我爷爷都说了，机械取土壤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就剩10秒了，我们就等着一个天大的笑话吧。真的只剩10秒钟了，那到现在都没有动静，看来这次是真的不可能了。一定要成功！龙国的科技振兴就在这一刻了。对，机甲就不可能失败的。3分钟都已经过去了。我都说了，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这么轻而易举的3分钟拯救太平洋1万米取土壤，那瓜国后面的老大哥那早就实现了呀！爸爸，机甲回来啦！哇！爸爸，我们真的做到了！太好了，我们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爸爸，看这次，那就是嘛，我们的机甲是特别厉害吧？3分钟，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可是历史性的时刻呀！我龙国科技界将永远铭记这辉煌的一天。爷爷，不可能，他们都在作假！人家。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爷爷，各位专家们，这箱子里装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海底的土壤。不错，我也可以肯定，这里面根本不是什么土壤。有些可以，一箱子土壤啊，怎么可能？要知道，科技最为领先的漂亮国都无法完成这次壮举，更别说这机甲，也不可能。所以可以肯定了，这机甲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地面。这所谓的什么土壤，就是在随便的一个地方取过来的。沈心如，我就说，你怎么可能这么的自信？怎么可能就在3分钟上下海域取得海底的土壤？原来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骗你！爸爸，看机甲，这些叔叔阿姨可以不懂，那他们为什么要胡说呀？这明明就是海底土壤嘛！福宝，爸爸相信你，更相信机甲。沈家，你为什么要污蔑我们的科研成果？我没有污蔑你，我说的都是事实。你真的见过这么多的海底土壤吗？沈心如，你费尽心思加入科研小组，还想代表龙国参加世界科技比赛，你到底是安的什么心？对，沈心如，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呀？你们，我还真想问问你们到底几个意思呀？是不是土壤？等会儿让专家过来检测1、2，不就知道真假？没错。马上联系专家小组对土壤进行现场检测。同志，这检测的结果如何呀？钱老，根据我们最权威的检测，这些土壤确实是从海底1万米带回来的。只是什么？只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海底土壤，这对我们的科技发展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一步。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是真正的土壤？同志，麻烦你好好检测一下，这绝对不是什么土壤。怎么？你是在质疑我们专家组的专业吗？不好意思，我不是这意思，我只是不愿意出错。我们的仪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测量结果不会产生0.001的误差。钱老，
这么多的海底土壤，麻烦你给我们专家组一份，我们带回去也研究一下。要想分土壤呀，没问题，上报写申请。好，我现在就回去写申请，打报告。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说？你们2位虽然属于龙国的科研人员，但不属于我们科研攻坚小组。你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过来学习的。学习当然可以，但是请你们管好自己的嘴。钱老小姐的事，我们记住了。沈家，你还不赶快向沈心如小组道歉呢？对不起，对不起。各位，现在我宣布，由沈心如小组代表我们龙国去参加世界科技大赛。好。欢迎各国科研团队前来参加本次世界科技大赛。接下来有请第1位选手，来自瓜国的冈坂日川先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适用于可控性核聚变的等离子材料。我们团队用了5年的时间研发，适用于构建可控性核聚变的反应堆，解决了可控性核聚变历史难题之一。相信在30年之内，一定能够完成可控性核聚变的开发。这样的等离子材料竟然被瓜国给率先研发出来了。哎呀，我们如果想要追赶，恐怕还要再等上30年。都看到了吧，这就是差距。我瓜国的科技水平早都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沿。我听说龙国的朋友也参加了这次世界科技大赛，不知道他们的科技人才会不会连什么是可控性核聚变都不知道？爸，不就是一块低端材料吗？有什么了不起？也只有他瓜国呀，把这些低端材料当个宝，实则在我们眼中啊，就是个垃圾啊！原来是这样，F8就不生气。普通低端材料，垃圾！愚蠢的龙国人，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不仅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还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瓜国所研发的科技就是个垃圾，简直大言不惭！我很好奇，你们龙国到底哪里来的勇气说这些话的？因为我们龙国的科技比你们要强得多。据我所知，你们龙国的国宝都还在我瓜国的手上，一个国宝都还流落在外头，居然敢自称科技水平要比我们强！听清楚，在我们瓜国科技面前，你们龙国比我们提鞋都不配。以前我确实不敢这么说，但现在我可以确定，我们龙国的科技要领先于你们在场所有的国家，而且我们国家遗失的宝物，这一次我们会全都拿回来。简直可笑！现在我敢肯定，你们龙国的确是连什么是可控核聚变都不清楚了。这国好欺负人，这我明确的告诉你，我龙国不仅知道什么是可控核聚变，而且已经研发出来了。什么？研究出可控核聚变？哼，龙国人就喜欢吹牛。研究出可控核聚变，呵呵，你们可知道这可控核聚变还有着多少的世界难题？那可是连世界级的核聚变专家都不敢说出的话。和龙国人谈科技，完全就是浪费时间。下面有请评委为瓜国选手打分。龙国人看到了吧？这就是实力。一个还未出产的伪材料的垃圾，有什么可嚣张的？说我们瓜国的科技作品是伪材料，我一会儿都要看看你们龙国的科技作品到底有多厉害。放心，我一定会让你看到我们龙国的科技，让你到时候跪下来叫爸爸。下面有请第2位选手艾娃。
这是我们 X 国最新研发的新一代人形机甲，它集合了量子混沌引擎、反物质歼灭炮以及第7代纳米型新型材料，我们给它取名为上帝。爸爸，他们的科技作品好像也是机甲呢。可比起我们的机甲，小太多啦。什么 ？X 国爸爸居然研究出了新一代终极人形机甲，简直不可思议啊！这件机甲的诞生，意味着我们人类科技的篇章将彻底改写。不愧是世界头号科技强国，这是一台能让爱因斯坦从棺材里跳出来为其鼓掌的终极科技艺术品。这件完美的科技艺术品代表了全人类最顶尖的现代科技，只需要30年，它就能变成现实。上帝机甲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机甲，更是觉醒的电子生命。太厉害了！不知道我们瓜国能不能得到 X 国爸爸的科技分享？我们如果能得到这件上帝机甲的技术授权，那么将足以灭世全球了。怎么样，你们几位龙国的科技病夫被震撼到了？说话放尊重一点儿。没办法，谁让你们龙国的科技落后呢？而且你们不认可瓜国的新型材料属于高科技，那我这件上帝机甲呢，总能算是高科技了吧？不就是一个机甲模型吗？有什么可嚣张的？在我眼里，不过就是个小孩玩的模型罢了。哦，对了，倒是挺符合你们身份的。八哥，居然敢污蔑全人类最伟大的科技！听龙国代表这口气，似乎你们也能研究出来一样。上帝机甲的科技，龙国就是再研究100年，也不可能研究出来。接受现实吧，龙国科技只能永远垫底。龙国科技垫底，我龙国的机甲最少领先那 S 国至少1000年。龙国研究出了机甲，这是我听到本世纪最大的笑话。如果是真，我们瓜国将立即归还全部国宝。你们龙国的机甲要是领先 X 国机甲1000年，我下跪千夫之敬。龙国代表要是能研究出来机甲，我跪下喊你爸。要是你们龙国的科技会领先，我啊就从这儿跳下去。爸爸，他们看起来好像不相信呢。张扬，是时候把我们的龙国科技向全世界展示了。归还国宝，下跪道歉叫爸爸是吧？切腹自尽是吧？还有你，跳下来是吧？说话可要算数。福宝，福宝收到。小五，到你了。不信兄，你们龙国也研究了机甲吗？拿出来看看。我们 X 国的机甲已经是世界顶流，就算你们龙国有，现在也绝对不可能有勇气拿出来。你这是变形金刚？天哪，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天哪 ！X 高科技机甲被踩了个粉碎！为什么会这样？这真的是机甲吗？你们不是想看我龙国的机甲吗？那就再什么？我看谁还敢看不起我龙国的科技，还敢说我龙国的科技不行？这不过就是一个体型大一点的技术垃圾，根本不算什么科技。对，就是废铁含成的工业垃圾。保安，快把这杯破铜烂铁给我抓出去！垃圾，破铜烂铁，好啊，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龙国机甲的威力。小五，光磁炮。刚刚那是光磁炮，怎么可能？这堆破铜烂铁怎么可能发射光磁炮？这都算只是垃圾，那 X 国的上帝机甲又算什么？不可能，刚才那绝对不是光磁炮，真正的光磁炮远远不只有这么一点威力。没错，光磁炮威力巨大，轻松一声惨海，一发光磁炮甚至可以轰平这大山。说他们简直就是在做梦。光磁炮
只是嘴上说出来吓唬人罢了。真正的光磁炮现在还停留在计算机实验阶段，连我们 X 国都没有，你们龙国怎么会有？我国不信，我国也不信。看着，想在世界科技大赛上蒙混过关，弄虚作假，也终究是弄巧成拙。我建议你们立即下跪，向 X 国爸爸道歉。对，道歉，必须道歉，道歉，必须道歉。都不信呀？刚才你说要去移除一座山，好啊，正好你瓜国那不有一座山吗？就把它移平了，如何呀？小五，行动！这机甲要去哪里？他说要去瓜国摧毁一座山，简直不知天高地厚，想要摧毁我瓜国的大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看他们就是弄虚作假、虚张声势。龙国代表，你们有一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现在立刻下跪，来得及。我们龙国的机甲3分钟之内能在太平洋下潜1万米的深度，仅仅几分钟的时间，移平一座山，轻轻松松。3分钟下潜1万米，上帝啊，原谅他们的无知吧！就这种破铜烂铁，他怎么能下潜？龙国代表，你们刚才不是说机甲去夷平一座大山了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战死先生，我早就说过，他们是在弄虚作假而已。没错，就这么一点可怜的威力，连块石头都摧毁不了，更何况是一座大山，简直是异想天开。是不是虚张声势？是不是异想天开？你们拿出手机看看不就知道了。美女，怎么会这样？真的被夷平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早就说过，我龙国的机甲能轻易的移山填海，一发光磁炮就能让整个世界大陆沉入海底。这根本就不是机甲，这是人类文明的终极答案。我们精心研究了10年的机甲，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笑话一样。全体工程师就地解散吧。龙国的机甲应该打满分，不，评分标准已经配不上龙国机甲了。我们应该为了它重新定义“科技”这个词。啊，对了，这该切腹的切腹，该下跪的下跪，这该跳啊，别忘。还有，像这样的机甲，我龙国最少有1000万副，该怎么做？不需要我多言了吧？刚才言主动归还龙国，全部国宝。福宝，福宝，爸爸，福宝在这里。爸爸，福宝要和你告别了。告别？你要去哪呀，福宝？福宝已经成功把爸爸给变命，福宝任务完成了。但在这之前，福宝可以告诉爸爸一个秘密。好，什么秘密？其实，福宝他奶奶就是福宝，福宝，不是，你还没告诉我什么秘密呢？